欢迎大家收看 Proton X90 的 First Look 影片。那在我们开始讲这个 Proton 第一款7人座 SUV 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Proton 的一点小历史。Proton 马来西亚第一国产汽车品牌，成立于1985年7月9日，大约37年前。80年代和90年代的 Proton 以换标 Mitsubishi 30汽车为主。2000年开始自主研发车型。2017年6月23号，中国浙江吉利控股购入 Proton 49.9% 的股份。DRB Highcom 持有 50.1% 的股份，让 Proton 保持着国产车的身份，接着一步步的展开了它的吉利化之路。2019年 Proton 推出了史上第一款 SUV 车型，就是 Proton X70， 中国人习惯称为宝腾 X70， 也是吉利博越的大马兄弟。接着在2020年推出 Proton X50， 宝腾 X50， 也是吉利缤越的大马兄弟。受到 COVID 疫情的影响， Proton 原本在2021和2022年的计划就被迫展延，于是他们只能在2023年才推出这个 Proton X90， 宝腾 X90， 也是吉利豪越的大马兄弟。那 X50 是 B segment SUV， 主要对手是 Honda HR-V。 X70 是 C segment SUV， 主要对手是 Honda CR-V。X90 是 D segment SUV， 主要对手是 Mazda CX-8、Volkswagen Tiguan、Allspace 和 Peugeot 5008等3排式7人座车型，大马人习惯叫7人车。因为 X90 的车身轴距是 2815mm， 介于 Tiguan、Allspace 和 CX-8 之间。Tiguan Allspace 2789mm， CX-8 2930mm。Proton 为 X90 提供了 2+3+2 的7人座格局和 2+2+2 的6人座格局。但注意这两种座椅格局都只有2个 ISOFIX 儿童安全座椅接口，就是说他们的第3排是不提供 ISOFIX 接口的。但 X90 的后座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而且每个座椅都能够吹到冷气，这个就比其他的对手都还要来的优秀。另外它还有 Hands-Free Power Tailgate 逐步感应的电动尾门， Ambient Light 氛围灯，应有尽有。高配版 Proton X90 有 Nappa Leather 高级皮革，6项调节的电动座椅，顶配版还有 Boss Switch 的功能。这个中控台看起来非常的有科技感， 12.3 寸的主机， 1920x720 的 HD 高清萤幕， 6GB 的 RAM， 64GB 的容量。高配版有360 camera 和 TPMS 胎压监测系统。全新的 Proton X90 备有 Level 2 Plus 的 ADAS 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这个就比 X50 和 X70 的那一套还要来的先进。它拥有多达14项功能，其中当然少不了的就是 ACC Adaptive Cruise Control。全新的 Proton X90 一共有4个款式，分别是 Standard、Executive、Premium 和 Flagship 版本。这4款 X90 都是采用相同的引擎，就是 1.5 L 的3气缸 Turbo 引擎，加上 48V 的 Mild Hybrid 系统，有190 PS 和300 Nm， 油耗表现提升了 15%。但严格来讲，这个48V 并不能够算是一个 Hybrid 系统，因为它主要的作用是分担 12V 电池的工作，减轻引擎的负担，特别是在车子起步和滑行的时候。所以它既不是 Honda 那一套 e:EV 系统，也不是 BMW、Volvo 的那一套 PHEV 系统，欧洲媒体称之为 MHEV Mild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根据探子来报，这台 X90 的动力表现算是不错的。再来，因为它为马来西亚市场特别设计了这个 Multi-Link 多连杆后悬挂系统，它是一个独立的悬挂系统，而不是 Torsion Beam 扭力梁非独立悬挂系统。所以这个 X90 的悬挂设定是非常适合马来西亚的道路状况。但因为车子相对比较重，它是一个7人座车型嘛，所以引擎的噪音会相对来的大，特别是在你重踩油门的时候。好在车子的隔音表现还算不错，中低转的时候这个问题倒还好。所以整体而言呢，这个 X90 的驾驶操控感绝对是在 Proton X70 之上。
再来我们看规格的话，高配版的 X90 是采用235/50/29尺寸的轮胎，而且再次强调它的车身轴距是2815mm，所以19寸的轮圈加上 D segment SUV 的轴距长度，让到这个 Proton X90 呢，它可以算是 Proton 在 Highway 上面最稳的一台 SUV， 它甚至也可以成为史上最高级的一台 Proton 车型。它甚至也能够算是 Proton 有史以来技术含量最高的一台车子，不管 Sedan 还是 SUV， 这个 X90 呢已经是 Proton 的一个天花板。由于安克代目前人在国外出席活动，所以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出席 Proton X90 的媒体试驾活动。但为了满足观众们的好奇心我就特别邀请了专业的摄影师代表我到现场去拍摄，希望透过我的这个语音导览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点参考价值。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因为影片还不足8分钟，所以我这边需要再补充一点。我们把时光拉回到2019年，在 Proton 还没有推出 X70 之前，很多马来西亚人都对 Proton 这个大家又爱又恨的国产品牌抱有很高的这个期望。虽然马来西亚的 DRB Highcom 还持有 50.1% 的股份，但是你知我知 Proton 从那个时候开始，它所有的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它的 R&D 很多都是由吉利这边所主导的。从 X70 到 X50 再到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 X90， 它都不只是中国吉利、博越、缤越、豪越的换标车款，而是非常大程度的去让它接地气，符合马来西亚的这个道路状况、马来西亚的规格，甚至引擎设置也跟中国本土的这个吉利车型有非常大的不同。但我必须讲，现在是2023年，而不是2019年。当年对 Proton 寄予厚望，对 Proton 抱有很多幻想的朋友，都已经开着 X70 非常多年，开着 X50 有好一段日子。那我们也看到 X70 是马来西亚最畅销的 C segment SUV， 那 X50 也是马来西亚最畅销的 B segment SUV， 同时也是2022年马来西亚最畅销的 SUV。一个马来西亚消费者能够用相同的价钱，或者是比日系对手更便宜的价钱，拿到更多的 spec、更好开的车子等等。现在 Proton X50 从86,300块起， X70 从98,800块起。那我现在不知道 X90 到底会卖多少钱，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它肯定会卖大概在120、130、140。我知道这样讲好像没有讲这样子啦，但我们就不看 Proton 的官方售价都好，我觉得这台车子它可以卖到150千或以上。当我们在看一台车子的时候，我们不单纯是看价钱，我们要看它的价值，它的 value， 它给你什么 spec， 什么变速箱它给你什么动力，还有它的一些规格等等。所以我觉得 X90 这个最顶配的，它可以卖到16万、160千都是合理的。就我对这台车子的这个最直观的这个看法，所以非常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你对 Proton，你过去是 X70 的车主，你过去是 X50 的车主，也可以把你的所有经历，愉快的、不愉快的，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因为不管 Proton 发展的好或不好，这对马来西亚的消费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这台车子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连整具引擎都是在我们的丹中马林组装的，所以你不需要像外国的汽车这样子从泰国进口、从日本进口，它可以算是非常大程度的马来西亚本地制造的车子。它也会直接的让 Honda Malaysia 和 Toyota Malaysia 受到威胁，进而去推出更好、性价比更高的车型，到最后受益的都是马来西亚的消费者。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因为我过去在台北工作了1个星期，又在上海工作了1个星期，现在才真正回到马来西亚，明天又要飞去泰国，所以没有办法带来这个试驾报告，真的为大家感到有一点抱歉。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